前一阵子拜访退休后移居宜兰的长辈，见其过着陶渊明式的躬耕生活，心中尤为羡慕赞赏，但他却大吐苦水，称其退休之后的日子真的好无聊，早知道当初应该继续做他的小生意。虽然工作辛苦，生活忙碌，但至少每天不用想着待会要干什么而烦恼。这等说法，想必羡煞许多正在辛勤工作的上班族吧？能无聊耍废该有多好啊！退休近1年半的时间，许多朋友对于我的退休生活相当好奇。没事赋闲在家，难道不无聊吗？尤其是关在城市的大楼里，好比养赛鸽的鸽子笼一般，连在宜兰种菜、坐居千坪土地的长辈都觉得无聊。仅待在巧克力盒中的城市乡巴佬能不无趣吗？无聊无趣是许多人对于退休生活的认知，殊不知，除非是自行创业者，不然被退休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早些时候认清事实，提早做些这方面的准备，让自己时时可以提出退休的申请，而不用处处担心被解职而不情愿的退休。回想前些时候眼睛老花、头发灰白的状态，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瞬间闪现于自己的身体。怪不得村上春树会说，人不是慢慢变老的，而是一瞬变老的。目前身体老化是不可逆的一件事，无法看报纸就只能戴老花镜，白发出现就认真染发，凡事总有克服的方法，虽然不可逆，但总可以减缓吧。退休之后最常被朋友提问的，便是退休之后都在干什么？人们对于未曾碰触过的情景，无法有效的思考与想象，对于日后必然会碰到的状况，更是缩头不愿直接面对。既然常常被提问，我便来谈谈退休之后，这400天的日子都干了什么事情，顺便提点个人对退休后的看法。退休后的第一天，依然准时起床，如常作息。反正想要睡到太阳照屁股的日子多的是，一早骑上共享单车到银行进行转账或结清作业，让原本薪资转账户、股票账户、美金账户、定存账户等乱七八糟户头全部归于一统，仅在一家银行一个户头里处理。该选哪一家银行呢？就是离家较近、走路可达的那家银行。往昔为了相关优惠，购物有回馈点数较高的信用卡，加油有加油站专属的信用卡，停车有停车优惠的信用卡，甚至还有为了使用机场贵宾室而办的信用卡。皮夹打开一大排信用卡置于其中，好似自己很厉害的感觉。殊不知这一切优惠都是要付出代价，怎么来就要怎么去。银行发行信用卡绝不是为了服务，而是为了赚钱。退休后生活简单了，没有必要让自己处于那么多的服务之中，简单花钱，单纯消费，一张够用又方便的信用卡即可。甚至现在又整合入手机，付账只要用手机配一下就行，干嘛让日子过得那么麻烦呢？无论是网络刷卡或实体配一下，每个月总结就是一笔账单消费，如此的支出记录简单明了，一个户头的历史记录列表出来，加加减减非常好算，无需耗费多余的时间处理，生命本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。无聊在于无所事事，无趣出于不知世事。退休生活并非与社会完全脱节，不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不为5斗米折腰，拿回原属于自己的时间控制权。科技迅速导入 AI 进程，世界是否会步入魔鬼终结者系列电影的情节，目前无从得知。但现代生活倘若排除网络，或许便会如苏轼赤壁赋，飘飘忽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丹仙。网络的无远弗届，一切均化为可能，让远在10万8千里远的人都可以为你按赞留言，这等功能想必羡煞孙猴子了。这段时间依然在网络上管理着阿瑟的精彩生活，无论是部落格、粉丝专页或是 YT 频道，借由这几个文字撰写、社群网络或影音平台，
分享只要愿意走出户外，生活必定变得精彩的生活理念，期使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，让自己的想法与认知可以与外界做良性的沟通。纵使身居陋室，大千世界依然现于眼前。接轨于外界不应只是单向吸收讯息，最好能够提供个人所知与他人分享，内容完全无需设限。纵然主妇烹饪、绿野植栽、木材工艺等等，只要是你会的专项，就有人想学，不要妄自菲薄。真的，许多人都想要吸收学习你的想法与手艺。作家村上春树曾说，人不是慢慢变老的，而是一瞬变老的。不是从第一道皱纹、第一根白发开始，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的。一般人达到退休阶段，必然以年届50之龄，渐渐感到发苍苍眼茫茫，步履蹒跚，踽踽而行，蹲不下去，站不起来，身体慢慢不受控。以往粗犷壮汉的形象，突然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以前没时间运动的借口，退休后完全死不着了。现在持续跑步练习，安排时间攀登百岳或参加路跑活动。过往露营就是在营区吃吃喝喝，现在非得找座山爬爬。以前出国旅行仅四处走走，现在都希望能够结合当地马拉松赛事，让行程多元化多样化。本着要活就要动的信念，心态变了，生活模式也跟着改变。想要玩乐跑跳，可不是直接上场就行，一切的身体素质与活动体力都必须在平常练习与养成。今年进入健身房开始做肌力训练，避免长者常患的肌少症找上门。课程中除了哈达瑜伽与皮拉提斯等团体课程外，同时亦聘请私人教练教授自由重量与器械健身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与锻炼，天天酸痛的感觉让自己觉得身体真是自己的了。不工作即代表没有固定收入，但是开门7件事哪样不用钱呢？除非已认定怎么做吃山也空不了，不然既有储蓄，还是必须继续发挥功效才行。投资一定要秉持着戒贪的心态，股票先看过往几年的表现与产业的未来展望，每股盈余为正是必要选项，殖利率达到 5% 以上才能出手。华伦巴菲特重视的稳定股东权益报酬率当然更要留意。股票赚钱很快，但来得及去得也快，消息面可以参考，但未经自己研究过的最好不要碰，乱碰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而已。稳定的资产分配对于退休族群尤为重要，投资赚多赚少没关系，保本才是最重要。传统金融投资理论，股债总是背道而驰，股票的配息随着营运状况飘忽不定，债券收息则较为固定。个人资产目前采股债平衡的方法操作，一大段时间即进行股债再平衡，让两者的市值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。随着小孩到外地念书或工作，一般人退休后常常面临的状况，便是家中成员逐渐减少，最后可能仅剩二老在家，致使许多退休家庭几乎不开火。一则两个人很难煮，煮多了吃不完，煮少了吃不下；二来则是自己煮可能比买便当贵上许多。在此通膨高涨的年代，拿1000元上市场可能一下子就耗光了，结果看看菜篮还真没几样菜。自然老化期刊刊登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证实，人在44岁、60岁这2个阶段会感受到断崖式衰老。人在44岁正值事业打拼期，精力都在公司耗尽，回到家就是倒头大睡，一般不容易觉得身体衰老。但60岁就不一样了，多的是时间感受自己的身体，吃不了过往的食量，跟不上以前的运动量。既然如此，无法从量着手，就由质的部分下手吧。人们吃得越好，其细胞看起来就越年轻。退休后，除非因为时间的因素，例如中午才上完健身房课程，或朋友之间的城市小旅行等，不然都是尽可能在家吃饭。
自己烹煮虽然耗时，但可以依照国民健康署每日饮食指南的营养所需，增加豆鱼蛋肉类的蛋白质摄取，以全谷杂粮代替精致白米，食用多样化根茎蔬菜与适量水果，对自己好一点又何妨呢？子女总是父母的一大牵挂，世俗总是认为只要子女过得好，老父母亲随便过没关系，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观念。小一辈的未来无限宽广，他们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可以天南地北索地而居。若是伊隆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成功，说不定20年后他们就可以移居火星，但另一半却是牵手到老的室友、旅伴、同学与朋友。赵咏华演唱的《最浪漫的事》第2段歌词中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这就是我希望对另一半做的事情，也是我一直持续努力的目标。20多年来共同创造无数的记忆，退休后希望彼此都可以慢慢变老，缓步回忆以前的那些点点滴滴，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第1段歌词意为我对另一半的誓言，这是持续到老的身体力行。